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譚健次和林俊傑合唱《可惜沒如果》直接封神，這次跨界可不是簡單的粉絲狂歡，而是他用硬實力把演員標籤撕開一道口子，告訴所。譚健次和林俊傑合唱《可惜沒如果》直接封神，這次跨界可不是簡單的粉絲狂歡，而是他用硬實力把演員標籤撕開一道口子，告訴所有人歌手這種身份從來不是如果，是答案。難怪粉絲會喊愛上了你真沒啥道理可講。北京國際電影節着迷之夜那晚，當舞台燈光暗下去，林俊傑和譚健次並肩而立，可惜沒如果的前奏一響，台下直接就炸了。先不說唱得怎麼樣，光是這兩個人站在一起這事兒本身就夠大家聊半天的。一個是華語樂壇行走的 CD 機，一個是靠演技殺出一條血路的當紅小生，這倆人怎麼湊一塊兒去了？而且一上來就是林俊傑最難唱的曲目之一。說實話，在張嘴之前，很多人捏着一把汗，包括那些嘴上喊着雙廚狂喜的粉絲，心裡也得嘀咕一句：譚健次接得住嗎？這種懷疑不是沒來由的。這些年，譚健次在大家眼裡就是個演員，而且是演技很拿得出手的那種。從軍師聯盟裡的司馬昭到獵罪圖鑑裡的沈毅，他用一個個角色把自己偶像男團出身的底子蓋得嚴嚴實實。蓋到什麼程度呢？蓋到很多這2年才認識他的觀眾壓根不知道他是唱歌跳舞出道，以為他就是科班學表演的。對一個演員來說，這叫成功，但對一個曾經把舞台當命的人來說，這多少有點不是滋味。所以着迷之夜這個舞台就不是一個普通的商演通告，它更像是譚健次自己給自己設的一個局，一個當着幾萬觀眾，當着原唱本人面，必須親手把演員這層漂亮外殼撕開的局。他選的武器就是這首《可惜沒如果》。這首歌有多難唱 ，KTV 裡嚎過的人都知道。主歌部分氣息要穩得像一條線，副歌部分的強混聲和高音，對男聲的換聲區是個巨大的考驗。更別說林俊傑那種標誌性的細膩氣聲和即興轉音，不是專業歌手，或者狀態稍微差一點，在這個歌面前就是大型車禍現場，沒有中間地帶。結果呢？譚健次開口第一句，那種懸着的心就落地了。他的聲線和林俊傑意外的貼合，沒有刻意模仿，帶着自己那種微微沙啞的質感，穩穩地拖住了旋律的敘事感。到了副歌部分，全都怪我，不該沉默時沉默。他的強混聲頂上去的那一刻，台下尖叫和掌聲混成一片。這不是粉絲的無腦捧場，而是一種沒想到他真的可以的巨大驚喜。那個瞬間，什麼演員，什麼偶像，這些標籤統統失效了。站在台上的就是一個歌手，一個用唱功在說話的專業歌手。這裡的提一個細節，就是譚健次在唱這首歌時的眼神和肢體狀態，和他演戲時的鬆弛感完全不同。他站在林俊傑旁邊，身體微微緊繃，看得出是拿出了全部的專注力去對待每一個音符。這是一種對舞台、對原唱的敬畏心。林俊傑在中間給他比了個大拇指，拍他肩膀，這些互動不是客套，是前輩對後輩實力的一種當場認證。在音樂這個行當裡，唱得好不好，台上1分鐘就能見真章，同行之間最清楚幾斤幾兩。林俊傑的反應，就是譚健次這場考試最直接的成績單。那為什麼這件事能讓粉絲喊出“愛上了你沒什麼道理”呢？其實這句話本身就是《可惜沒如果》裡的一句歌詞，放在這個語境裡太妙了。粉絲嘴裡的沒道理，恰恰藏着最深刻的道理。他們愛上的不是一張好看的臉，也不是一個演得好的角色，
而是一個人兜兜轉轉十幾年，從來沒把夢想丟下的那股勁兒。咱們把時間線往回拉一拉，2010年，檀健次作為 MIC 男團成員出道。那個團唱跳實力在當年國內是頂配級別的，全開麥邊跳邊唱穩得嚇人。他們做過上百場路演，在大街上，在商場裡，對着可能根本不認識他們的人表演。那是一種最原始也最磨人的訓練。可後來音樂市場不景氣，團沒火起來，他只能去演戲找出路。從歌手到演員，這條路他走了很多年。剛開始沒戲拍，就去跑組遞資料，被人挑挑揀揀，演配角，演反派，一點點磨出來，最後靠演技翻身。這個過程裡，他幾乎沒怎麼公開正經唱過歌。外界提起他，永遠是作品，是角色，好像他天生就是吃演員這碗飯的。但其實不是。他微博置頂過一條很多年前的視頻。是他們在練習室裡汗流浹背的練舞。他去錄綜藝，只要有機會展示唱跳，眼睛裡是有光的。那種光，和他在片場拿到好劇本時的興奮不一樣，那是一種少年時代未盡的執念，是根植在身體裡的肌肉記憶。所以這次和林俊傑合唱，你與其說是跨界合作，不如說是檀健次時隔多年終於拿到了一張回到主場的門票。他不是去玩票的，是去交答卷的。答卷上的題目是：你還會唱嗎？你的嗓子還聽使喚嗎？你面對最頂級的歌手還能站穩嗎？他用一個近乎完美的舞台，在這3道題後面打了勾。這件事讓很多人開始重新討論一個問題：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偶像？或者說，一個藝人身上最值錢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？是流量數據，是熱搜次數，還是實打實常在身上的業務能力？檀健次給出了一個很硬的回答：他拍戲能交出豆瓣高分作品，他唱歌能和行業天花板級的人物合唱不落下風。這種跨界不是什麼都沾一點，什麼都不精的半吊子，而是在2個完全不同的賽道，都拿出了職業選手的專業水準。這背後需要什麼？需要的是近乎自虐的自律和對自己的狠。拍《獵罪圖鑑》的時候，他為了演畫像師，提前去學美術。劇中很多畫畫的特寫鏡頭是他自己上手，不用手替。拍打戲能不用替身就自己來，摔摔打打是常事。唱歌也一樣，在劇組連軸轉的間隙，他的保持練聲，保持氣息訓練，不然一上台就露怯。這些東西鏡頭拍不到，但最後都會誠實地反映在作品裡。現在網上有種說法，說檀健次是內娛6邊形戰士，啥都能幹。但我覺得這個詞有點輕飄飄了，好像他天生就是全能。哪有什麼天生的全能？都是拿時間和傷病堆出來的。Mike 17高強度訓練落下的腰傷，現在還會犯。拍戲留下的疤也都在身上。這種成長軌跡其實是很能引起普通人共鳴的。我們大部分人，誰不是在一條路上走不通了，就換條路再試試？誰不是白天幹着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，晚上偷偷搗鼓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？誰不希望能有那麼一天，可以底氣十足地把自己藏了很久的本事亮出來，告訴大家其實我還會這個。檀健次做到了。他站在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舞台上，在那麼多電影人、音樂人面前，和林俊傑唱了一首關於遺憾的歌，但他的人生卻通過這首歌扎扎實實地消滅了一個巨大的遺憾。你看粉絲在現場拍的那些視頻，有一條彈幕特別戳人。當檀健次唱到副歌高音穩穩當當沒出任何岔子的時候，彈幕飄過去一句：他是不是在跟當年在小操場路演的 MIC 檀健次說，你看到了嗎？
你以後會站到這麼大的舞台，和你偶像一起唱歌。這句話看得人鼻子一酸。這就是愛上了你沒什麼道理的終極答案。哪是沒道理，道理太清楚了。大家愛的是一個人替我們完成了哪怕換條路走，也絕不丟掉曾經的自己這個夢想。他證明了你年少時流的汗、吃過的苦、練出來的本事，不會因為歲月和轉行就消失。他們都在你身體裡蟄伏着，只等一個機會破土而出，震耳欲聾。所以回到那場表演本身，討論唱功、高音、氣息當然重要，這是專業層面的硬指標。但比這些更重要的是這場表演所承載的象徵意義。它像一個儀式。檀健次親手把前男團成員、轉型演員這些帶着點過度色彩的標籤，換成了一個嶄新的、掷地有聲的身份名牌，一個很會演戲的歌手，或者說，一個很會唱歌的演員。他再也不需要二選一了，他全都攥在了手裡。這或許也是為什麼那個着迷之夜過去之後，話題持續發酵了那麼久。大家討論的不只是一首好聽的歌，更是一個人的職業生涯，一種在內娛很少見的活法。在一個追求速成、標籤化的時代，有人願意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，去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一部慢熱但後勁十足的作品。這個過程沒有如果，沒有要是當初繼續唱歌就好了的假設，因為他在另一條路上也取得了成功。他現在唱歌不是回頭，是帶着一身新裝備回來開了個更高段位的副本。對他自己，對聽眾，這都是一個沒有遺憾的結果。這份沒有遺憾，大概就是那個夜晚，那首可惜沒如果，留給所有人最帶勁的反差和最痛快的回味。